30分钟睡前故事，今晚我们来听礼物。那一年，空气里好像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，不是气味，不是温度，是某种说不清的躁动。电视里反复提到一个名字，诺查丹马斯。16世纪的法国预言家写了一本叫《诸世纪》的书，里面有一句诗被人翻译过来，大意是1999年第7个月，恐怖之王将从天而降。于是整个1999年，从春天开始，人们就在等一个不知道会不会来的东西。阿布那时候还小，他不完全听得懂大人在说什么，但他能从他们的语气里感觉到一种微妙的东西，不是害怕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期待，也不是期待，更接近于如果真的要发生什么，那我是不是该做点什么的恍惚。可日子还是照常过，太阳升起来落下去，学校的钟声响了又停，停了又响，街角的咖啡店照常飘着香，水果摊上的西瓜堆成小山。预言像一粒石子丢进了湖里，涟漪荡了几圈就散了。夏天一天天逼近，日历被一页页撕掉，电视里的新闻照常播着，哪里又发了洪水，哪里又打了仗，哪个明星又离婚了。没有人真的相信世界会终结，但每个人都隐隐约约觉得这一年应该发生点什么。可它什么都没发生，风照常吹，树照常绿，街上的行人照常步履匆匆。阿布每天背着书包走过那条街，梧桐树的影子落在他的肩上，像一只安静的手。那年的橱窗里，波西米亚风格正流行，碎花的、流苏的、手工刺绣的衣裙挂满了商店的模特，颜色是那种褪了色的暖、暗红、姜黄、灰蓝，像被太阳晒过很多年，像从远方的集市上带回来的，带着流浪和自由的气息。那种风格让每一个路过的人都忍不住多看几眼，仿佛看一眼就能闻到异乡的风。阿布不懂什么是波西米亚，他只是觉得那些衣服很好看，像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东西，一个他进不去的世界。玩具店的橱窗是这条街上最亮的地方，射灯从各个角度照着里面，每一件玩具都被精心摆放过，像是等待被选中的演员。那些衣着光鲜的孩子从店里走出来，手里捧着刚买的玩具，脸上带着满足的笑，笑得那么理所当然，好像幸福就应该这样唾手可得。阿布站在街角，双手插在裤兜里，远远地看着。他不走近，他也不离开。那个位置刚刚好，左边有一根电线杆，右边有一棵梧桐树，站在中间，像是被2个沉默的守卫保护着。他喜欢这样远远地看着，像个局外人。局外人有一种奇妙的安全感，世界是你的舞台，你是唯一的观众，你可以看到所有细节，却不被任何人看到。你可以为橱窗里的某个玩偶心动，而他永远不会知道。这是一种单向的、不伤人的、永恒的暗恋。阿布不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那个橱窗的，也许是从那年的春天，也许更早。他每天上学经过这里，
放学也经过这里。早晨的阳光从东边来，照在橱窗的玻璃上，反着光，看不清楚里面。傍晚的光从西边来，穿过梧桐树的叶子，斑斑驳驳地落在那些玩偶身上，像给它们披上了一层碎金。他习惯在那个固定的位置停几秒钟，扫一眼，然后继续走，像是一种仪式，不需要理由。那天一切都很平常，梧桐树的叶子被风吹得哗哗响，远处有歌哨声，天空是那种洗淡了的蓝。他转过街角，习惯性地抬起头，目光落到橱窗上，然后就再也挪不开了。一个新的玩偶站在最中央的位置，他穿着深蓝色的丝绒外套，领口镶着一圈细密的白色蕾丝。他的眼睛是深棕色的玻璃珠子，瞳孔深处似乎有一点光在流动。他的嘴角微微上扬，带着一种若有若无的介于微笑和忧伤之间的弧度。1/4地球秒。阿布在后来很长很长的日子里反复计算过那个时间长度。地球自转1秒的1/4，短得来不及咽一下口水，短得连心脏都只跳了半下。可就是那1/4秒，他把自己丢了。他不知道自己站了多久，也许几秒钟，也许几分钟。等他回过神来，旁边已经有人了，有人从他身后经过，不耐烦地说：“借过。”他侧身让了一下，眼睛却不肯离开那个玩偶。从那天起，阿布每天上学都会特意多跑2条街，不是为了别的，就是为了经过那家玩具店，看一眼那个玩偶。早晨的阳光透过橱窗斜斜地照在他身上，深蓝色的丝绒泛着一层淡淡的紫色光晕，蕾丝领口的阴影落在他的胸前，像一朵小小的云。阿布站在街角的那个老位置，双手插在口袋里，身体微微前倾，像一棵被风吹弯了的小树。他不敢走得太近，怕自己会忍不住伸手，也不敢停留太久，怕被人发现他的秘密。每次都是匆匆地看一眼，然后在心里默默说一句“你还在啊”，转身快步离开。那个玩偶似乎也在看他，不是真的在看他，是他觉得。他那双玻璃珠子的眼睛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都像是在望着你。阿布试过从左边走近，从右边走近，从远处走近，他的目光始终追着他。他知道这是玻璃珠子的光学特性，可他就是忍不住想，万一不是呢？万一是真的呢？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，春天走了，夏天来了。梧桐树的叶子从嫩绿变成深绿，又从深绿变成枯黄。街上的人换上了短袖，又换上了长袖。学校的课程表换了好几轮，同桌也换了好几个。阿布长高了一点点，裤腿短了一截，露出一截瘦瘦的脚踝。他的声音变沉了一点，不再是那种脆脆的童音。可那个玩偶一直在那里。他站在橱窗最中央的位置，被那束暖黄色的射灯照着，周围的玩具换了一批又一批，他却始终没动。他的丝绒外套褪了一层淡淡的旧色，白色的蕾丝边微微泛黄，玻璃珠子的眼睛还是那样深，
嘴角还是那样微微翘着。阿布开始攒钱，他把每天的早餐钱省一半，以前吃2个包子，现在只吃1个。他把买水的钱省下来，以前喝饮料，现在喝学校饮水机里的凉白开。他把过年亲戚给的压岁钱一分不动地藏在一个铁盒子里。铁盒子是饼干盒，上面印着一只笑眯眯的熊，盒盖已经松了，要用橡皮筋箍住。他每隔几天就会把盒子从床底下拖出来，打开，把里面的硬币和纸票倒在床上，一枚一枚，一张一张地数。数完了，再小心翼翼地放回去，用橡皮筋箍好，塞回床底下。他知道自己存的钱远远不够，差很多，可他不敢进去问价钱，他怕问了之后，发现自己永远也够不着。1095天以后，又是一个夏天，梧桐树的叶子绿得发亮，蝉叫得撕心裂肺。没有人再记得诺查丹马斯说过什么。世纪末日的预言像个被戳破的气球，瘪瘪地挂在墙上，没人愿意多看一眼。人们似乎更懂得寻找快乐了，街上的人笑得更响了，游乐场里的过山车转得更快了，商场里的促销喇叭喊得更卖力了。阿布站在街角，远远地看着橱窗里那个玩偶。3年，他还在那里。他长高了1个头，校服短了一大截，露出瘦瘦的、微微隆起青筋的手腕。他不再是小孩子了，可他还是不敢走进那家玩具店。他的铁盒子里的钱还是不够，他算过，差一大截。他不知道这个玩偶要多少钱，他怕问了之后，自己最后一点脆弱的希望也会碎掉。他选择不问，他选择了让幻想活着，哪怕活得很卑微，很卑微。他再也找不到局外人那样的开朗了。忧郁的神情让他很少说话，也不爱笑了。朋友们以为他病了，只有他自己知道，他得的是相思病。病根是橱窗里那个不会说话、不会动、不会回应他的玩偶。他开始恨自己，恨自己生在穷人家，恨自己没有能力，恨自己只能远远地看着，像个懦夫。有时候他会想，如果那一天他没有转过那个街角，没有抬头看那个橱窗，没有在那1/4秒里沦陷，他的日子会不会不同？他不知道，他只知道那个玩偶已经长在了他的心里，拔不掉了。他的思维开始混乱，有时他幻想自己是那个玩偶，站在橱窗里，被射灯照着，被来来往往的人注视。有时他幻想自己是那个玩偶的主人，把它捧在手里，带它回家，放在床头。有时他什么都不想，只是站在那里看着。风吹过梧桐树，叶子沙沙地响，像是在说，别想了，别想了。那年圣诞夜，街上的狂欢持续到深夜，彩灯挂在树枝上，一闪一闪的，像无数只眼睛看着这座城市。人们笑着闹着，把一年的疲惫和烦恼都丢进酒精和音乐里。阿布没有去狂欢，他一个人坐在家里，听着远处隐隐约约的欢笑声，心里空落落的。他很清楚，圣诞老人不存在，那只是大人编出来哄小孩的故事。
但他还是忍不住在心里小声地祈求：给我吧，哪怕不是那个，给我一个也行，只要是一个玩偶，一个可以让我抱着入睡的玩偶就好。他闭着眼睛，把被子拉到下巴，在那个安静的、悲伤的、寒冷的圣诞夜里，他许了一个卑微的、小心翼翼的愿望。他不知道自己在向谁许愿，也许是在向上帝，也许是在向那个不存在的圣诞老人，也许只是向他自己。第二天早上，阿布是被敲门声吵醒的。窗外天还灰蒙蒙的，空气里有一股冷冽的、带着昨夜烟火气的味道。他揉了揉眼睛，披着棉袄去开门。门口没有人，只有一个小小的礼品盒，用金色的绸带系着，安安静静地躺在门垫上。他愣了一下，弯腰捡起来，拿进屋里。他坐在床沿上，把礼物盒放在膝盖上，盯着看了很久。金色的绸带，红色的包装纸，上面印着小小的雪花图案。他小心翼翼地解开绸带，把包装纸拨开，掀开盒盖，是一个玩偶，不是橱窗里那个，不是那个深蓝色丝绒外套、白色蕾丝领、玻璃眼珠暗暗发光的那个。这个穿着淡粉色的纱裙，金色的卷发，脸上带着甜甜的笑。他的身体很轻，比橱窗里那个看起来轻很多。他的眼睛不是玻璃的，是画上去的，没有那种会流动的光，但它很温暖。纱裙蓬蓬的，在晨光里泛着淡淡的珠光。阿布把它从盒子里捧出来，抱在怀里，鼻头一酸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他没哭，他把眼泪忍住了，因为圣诞老人送来的礼物总不会错的。他试图忘记那个玩偶，那个在1/4地球秒里让他沦陷的，只属于橱窗的，像梦一样遥远的玩偶。他换了一条上学的路，不再经过那家玩具店。他把铁盒子从床底下拖出来，把里面的硬币和纸票倒进存钱罐，又把存钱罐塞进衣橱最深处。他把那个圣诞礼物放在枕头旁边，每天晚上抱着它入睡。渐渐的，他似乎真的忘了。睡前不再想那双玻璃眼珠的微光，不再想那深蓝色丝绒外套的触感。可是有一天放学的时候，他走了一条很久没走的路，不为什么，只是脚不听使唤。也许是因为那条路上有更少的红绿灯，也许是因为那条路上的梧桐树更密，也许是因为什么原因都没有，就是走错了。当他转过街角，看到那家玩具店的橱窗时，他的身体像被定住了。橱窗里空了一小块，那个位置空了。深蓝色丝绒不见了，白色蕾丝不见了，那双玻璃眼珠不见了。他站在那里很久很久，一动不动。风穿过梧桐树叶子，沙沙沙，像是在说：走吧，别看了。他走不了，他的脚像是长在了石板上。然后一个孩子从店里走出来，手里捧着一个玩偶，深蓝色的丝绒外套，白色的蕾丝领，玻璃珠子的眼睛。那孩子穿着一件干净的、质地很好的深蓝色外套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脸上带着满足的笑。
笑得很亮很脆，像清晨的鸟鸣。阿布站在原地，他觉得自己应该难过，应该哭，应该跑上去把那个玩偶抢过来，可他没有，他什么都做不了，他只是站在那里，看着那个孩子走远。他走得很快，脚步轻快，手里的玩偶一颠一颠的，深蓝色的丝绒在阳光下泛着紫色的光泽。他会明白他的与众不同吗？他会知道，曾经有另一个孩子，用了1000多天的时间，每天都来看他一眼，在街角的那个老位置，不近不远，像个局外人一样。他会知道吗？他会在某个深夜，抱着那个玩偶入睡的时候，忽然感觉到他的丝绒外套上残留着另一个人目光的温度吗？也许不会，也许他会和他一起长大，然后把它放进某个抽屉里，然后忘记。阿布抬起头看了看天，灰蓝色的天空，有几朵很淡很淡的云，像是被风吹散的棉花糖。远处有鸽子在飞，翅膀扑棱扑棱的，声音不大，却很清晰。他忽然想起那个圣诞夜里许下的愿望，那个卑微的、小心翼翼的祈求。他想，也许魔法真的存在过，只是他许愿的时候，忘了说清楚他要的是哪一个。圣诞老人没有送错，是他自己没说明白。他笑了一下，笑得很轻，轻到连他自己都不确定那是不是一个笑。然后他把手插进口袋里，转身走了。梧桐树的叶子还在沙沙地响，风从西边来，带着傍晚的凉意。远处有孩子在笑，清脆的，亮亮的，像碎了的玻璃珠子。阿布没有回头，他知道有些东西错过了就是错过了，不是你的，再怎么等也不会变成你的。他摸了摸自己的胸口，那个地方曾经装着1/4秒的沦陷，装着1095天的等待，装着无数个失眠的夜晚。现在它空了，空得很好，空得让人想哭。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阿布后来怎么样了？那个玩偶后来怎么样了？没人知道。也许阿布后来上了大学，找了工作，有了钱，买了无数个玩偶，可心里永远缺了那一个。也许那个玩偶在那个孩子手里被小心翼翼地珍藏着，陪着那个孩子长大，陪他走过很多年。也许他后来被遗忘在某个角落，积了灰，褪了色，眼睛不再发光。也许没有人在意这些，也许故事就是这样，没有结局。在每个曾经在橱窗前驻足过的孩子心里，都住着一个永远买不到的玩偶。它不占地方，不落灰尘，不会坏，不会旧。你偶尔会想起它，在某个失眠的夜晚，在某个转过街角的瞬间，在某个梧桐叶沙沙响的黄昏。然后你会轻轻地笑一下，然后继续走你的路。嗨，你好吗？也许明天天气不错，